坤佑，是，我们了解一下你在那里的背景生活，好不好？你是怎么样的机缘人会在那里呢？我是念化学博士。化学博士，OK，你过去多久了呢？2018，现在3年。刚3年。对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上面提到你的股龄是1到2年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之前在台湾没有做过股票，到了美国做股票。没有。简单说就是到了那个地方才引起你对这个东西的兴趣。然后你说1到2年的话，对，刚好你是进去了遇到疫情了。对，一进去开始怎么买怎么跌，边买边跌，边买边跌。为什么你会选择在台湾没有做股票，但是你到了那里念书之后，你的博士生活应该也蛮忙的，但是你却选择开始做投资，然后做美股，是你为什么会想进入股市呢？有点年纪了嘛，开始觉得自己喜欢做的事不赚钱，不然说自己的老板是很惨，一天工作15个小时，然后3年了，他没有回过自己的老家，一周7天可能都在工作，然后其实赚的钱很少，真的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赚钱，然后觉得要提早让这个复利的人生开始，也许哪天这个复利的人生足够让我可以做我自己，不是说我要专职，还是说我要之后就不做事了，反而是会让我有底气做我真的喜欢做的事。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说你的投资理念跟我很像，先获利，然后我觉得才衍生出我现在做这件事是好玩的事情，因为有趣的是过程嘛。那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概念也是对的，只是说你提到一个概念叫做复利，要真的能够做到复利，你至少每次都是100万投入，比如说你做到150万之后，你不能最后下一笔只拿30万出来，这样就没有办法做到复利。对，这复利的概念，我觉得在美股比较容易实现啊。你觉得你有这样的感觉吗？还是你有？我其实从接触美股，我认识很多的投资人，他们每个人都在美股就是有很好的成绩，然后他们的投资全部的方法都不一样，但是你会看到说例如说他的 SQ 成本是20块，之类这种等级，就是他们就是对于美国的市场有信心，然后他们就是一直抱住，然后一直赚，然后你就会发现说，这个市场就是一直往上，就是不会像台股，就是上去又下来。它是美股跟台股有点像是不同的玩游戏。假设因为我的系统，我自己在交易的时候，我只做多。如果台股是上上下下，那我要做到很好的获利，我就有一半的时间，也不要说一半时间啦，可能有很大部分的时间是空手，因为它回档我要去闪嘛。那个回档不闪你就要靠策略，然后你就要去承受那个赚很多然后赔下来。对我来讲，选择美股的话，它是因为市场简单，那我们的武功是用得上的。对我来讲是这样，那不仅用得上，是获利是可以很惊人的。一样的功夫在台股很辛苦，赚得慢。我是这样觉得。那个股市就是赌嘛，然后其实就是跟这个打德州扑克很像。然后我常常都这样想，你好像在美股呢，你好像觉得说你上涨的时候你加仓，然后下跌的时候你减仓，你觉得好像你能赚。可是股票一直都是上涨的时候，你的往上的期望值其实就是很高的。对，那简单来讲，就好像说这个赌场就是希望你赢一样，比较简单的赌场。是我自己是觉得是这样。对，你的理解很深刻，可能是因为你自己是念博士的关系，你习惯做研究，你喜欢做学问的方式是跟我们很像。你有看很多我的东西吗？当然有啊。你的想法跟你的路子实在是蛮接近的。有一个问题很有趣你的女朋友她是念经济相关的她是金融专业的。她是金融专业，然后呢，她很重视数据逻辑跟统计，尤其是统计，跟我注意的方向不一样，跟你注意的方向也不一样。这个你们在这个你说你跟他学很多，但你却发展出不一样的方向，你的感觉是？因为他是传统金融教育嘛，所以就是会比较分散，就是会分散。他到现在的还是很想解决，就是不敢放大部位这个问题。然后我觉得有一个人陪你就是聊这个过程，其实是有帮助的。就是我们两个几乎是个性不一样，我是非常笃信坚强的，我看到跌我就会受不了，我就会很兴奋，就是我是那种。反正就是他是看到跌他会怕，因为他经历过2015年的 A 股，就是一个放量上涨之后下来之后再也回不去的那种感觉。我们两个是我觉得是性格的不同，然后可是会互相指出说对方的可能有一点论点上面有点错误，然后会加深自己的想法。你利用这个
被否定去加深自己的信念，你们的交流很深这个感情模式很特别。这个，因为其实我觉得跟当老师一样，你要跟别人教别人这是什么，然后对方会问问题，然后你就要再重新再想一次，想的就是比较明白，然后自己也比较心安理得，不会有任何一个点是 miss 掉的。你刚提到传统金融的这个学问，它重的这个逻辑数据跟统计，在你的观点，在你的感觉，你现在想到现在，你想了这么多问题，你觉得最大的你不能接受的点是在哪里？我觉得财报一点用都没有。财报一点用都没有，怎么说？我们可以更深入一点吗？我也这样觉得，但我想听你的观点。因为会涨或会跌呢，跟财报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财报的结果可以配上任何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今天超预期，然后涨了10%，它下一次也可以是今天超预期，明天跌了10%，就是它没有任何的逻辑，然后真正涨的成长股，它的现金流一定是烂到爆的啊。如果你说你都要挑现金流好的，然后什么什么都好，那没有会涨的啊。所以重点在股市，我们的标的会不会涨，而不是一家公司会不会好。而这两件事，其实在我的理解是，它不是有一定的关系。在我的理解是钱往哪里去嘛，钱愿意往哪边去，股市就会涨，因为集体意识想把钱投资在那里。第一个，有人用本益比去估计，所以有人认为本益比8倍算低，有人认为13倍算低，所以就是在这个大家的感觉问题里面去把钱去投入这个标的。有人用股价净值比，有人觉得股价净值比低于1他才要买，有人觉得要怎么样，在不同时期股价净值比怎么样他会买，有人觉得股价趋势向上突破前高会涨，这一群人就进去买。所以就是一档股票的综合理由，大家觉得为什么会涨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知识跟理解，这档股票就很容易会涨。那跌呢？跌也很简单，很多人觉得风险高，就像涨到500你觉得高了，你觉得高是为什么？有的人一样，有人用本益比，有人用什么东西，有人用期望值。所以其实股价涨跟跌跟财报很难有关系，就像你讲的，财报很像是一个搭配在身上的物品多于预期所以涨，多于预期却没有涨，那大家觉得很奇怪。它的搭配性很强啊，我只能说财报百搭，对不对？因为它听起来很安全，没有人会骂你的一个学问，可是它并没有办法使用，它很难使用。当你提出这个论点的时候，作为传统经济学派的代表，你的女友她怎么说呢？她就会说股票是未来的价值啊，未来的价值。可是财报看不到未来的价值，她在你旁边吗？她在啊，她在啊。OK， 我让你用你的立场去诠释她的观点，她会怎么说这件事情？他就会说啊，因为你这个东西要把什么往后10年、20年的现金流算进去，因为他们做投行的或者是这种会计事务所就是这样算的，就是会把10年之后算进去。就是其实他也是跟你讲说，现在的股价其实代表未来的现金流或是未来的什么什么什么。感觉大家还是有共通性啊，大家都在赌未来，只是它的参考的地方在于现金流，我们参考的地方在它的成长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，一开始进去的时候，你怎么选择你的标的，跟你做了什么功课，你记得的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是科技迷嘛，就是这种，所以我一开始其实都是很肤浅，都去买那种苹果、特斯拉那一种的，就是任何想要做梦的股票的公司全部都在美国，特斯拉带头做梦，然后各种股票，你那一阵子真的是看到不想再看。后来就渐渐的那个市值越做越小，就知道说成长股才是最值得投的呀。一年那个可以成长40%，那一年成长40%，那你的股价就可以涨好多啊。你觉得亚马逊的股本大吗？亚马逊股本很大啊，可是它还是翻好几倍啊，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最可怕的地方。其实你讲的是对的 ，even 是亚马逊，你在2017、18年看它的股本跟现在这些比起来都不算很大。以它现在的规模来讲啊，它还算机动性很强的公司。美国这几年很流行成长股，然后呢，特斯拉带头做美国梦，刚好是这几年趋势啊。早期带头做梦的比较偏向是 Amazon 这种公司，那可能疫情的关系，但是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做梦的都在那里。就是我们先不要讲什么股啦，因为每个时期不一定。就像前一阵子我提到说，货币政策一转风向，这个做梦可能会从科技业股回到另外一些股票，但它还是在做梦。好像我们整体股市的需求，要么在中国，要么在美国，那其他的国家只是要去服务这些梦想的基石。比如说，我觉得台积电，我觉得它很像是未来世界的基础建设。所以我觉得在做美股的时候比较简单是什么？当我理解世界趋势的时候，
我应该也会同时知道每个国家股市，就像做了美股之后，我对台股也熟，我对港股也熟，不是对特定公司熟，是对什么东西有机会发展熟。因为在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前十大的发展里面，世界各国的供应链不断的就是提供就是这些东西，所以这是我觉得做美股很好的地方。那你刚刚提到说做成长股，然后做美国梦，怎么做这些功课跟找到标的的？像之前就是 Zoom 那时候还100多块的时候，其实我一开始是它涨上来的时候，我还不明白为什么它会涨这么凶。可是我后来理解了一下，我发现说它的技术非常的好，然后大家也都很稳定，甚至都开始非常依赖这个东西，我就进去了，然后就也赚了很多这样。但是我觉得我做功课其实都做得很粗浅，就是自身的经验，然后看一些判断，然后就进去这样。自身的经验跟判断，我那个时候都远距嘛，都锁在家里，所以我很多开会都是用 Zoom。大家是非常的需要这个软体，甚至都非常依赖它。然后这个疫情不会那么快过去，甚至是之后大家还是会继续用这个软体。然后我就觉得它很有成长性，然后我可能那时候就进去了。Zoom 的部分大概赚多少可以透露一下吗？感觉是一件开心的事情。对，那是大概是我第一次暴赚吧，100多块200进去买，然后它最后在500的时候，我觉得它的估值有点太高了，我就直接放掉了。对，大概也是我赚到1倍。赚到1倍，好，那很恭喜啊，至少赚了1倍。那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啊，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体验过一次，你做的操作就会不一样。你有设停损吗？当时有，但是我设很宽，25%吗？没有那么宽，大概15%以内。15%，那还好，你建部位是一次打进去还是分好多次？我分很多次，我是要分很多次。分了，你的习惯分批是3次以上吗？还是？对，3次以上，3次以上。OK， 因为很多人在听你讲的时候可能会不了解啦，他们会觉得这个美股市场是一直往上，所以你的理念就是跟存股一样咯。可是我认为你不是的，因为你有在打德州扑克，你有看我的东西。那现在你会这样讲，你一定有一些配套措施。我相信你是有设停损跟出场点，甚至你在入的时候在500多块出场。你的说法可能已经在涨有限了，可是我相信你当时应该有做一个换股，应该这样讲，换股的精神啊，如果我们是咬在说它涨到500多了，那你如果这个500多涨到800的几率小于你另外一档股票涨 1.6 倍的几率，你就可以换过去。我的操作就是这样子，并不是说一定会发生，我全部是依照我对于事情的综合估计的期望值来思考这件事情。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因为你在美国当地，你在当地收集资讯的管道有什么？你刚用了2个字是我一直想推广的。我自己我觉得也有暴赚潜力的股票，它跌的时候，我内心的期望值可能还是某些股票比较多，就是要持有，或者是我要赶快换掉。确实，这是一个实务上最真实的问题。像是 GME 啊，或是能源股，要了解到多深刻。我做功课的方向很简单，第一个，